婚纱店的换衣间传来男人的大口呼吸声和女人的惊呼。纪薇的脸色惨白，她提着裙摆站在试衣间外，死死盯着里面的动静。喂，季女士，您还在吗？耳边传来律师的疑惑的声音。纪薇回过神，我在，你继续说吧。岛屿购买手续已经办完，签证和暂居证也都帮您申请好了。关于卖掉股份的事，婚礼就剩4天了。您先生那边……试衣间里应该已经进行到了尾声，只隐约透出点接吻的水渍声。纪薇转过身，悄无声息地往外走去，冷漠张口。婚礼取消了，股份是我的，不用管他。律师愣了一下，不过转眼就恢复了冷静，约下明天上午的碰面时间就挂了电话。纪薇放下手机，转身进了隔壁房间，在出来时已经换上了原来的衣服。再过4天就是她的婚礼，也是她彻底离开杭城的日子。微微，纪薇刚准备离开，就碰上了休整完毕的未婚夫周林轩。你怎么还穿成这样？刚才不是去换婚纱了吗？我找了你好久。他脸上还带着快感未散的潮红，走过来就像拉纪薇的手，被他嫌恶的避开。别碰我！周林轩愣住了。老婆，你怎么了？纪薇本想扇他2巴掌出气，可手刚抬起就被他强行按了回去。算了，从发现周林轩出轨到现在整整2个月，再多的怨与恨都被那些个深夜里辗转反侧流下的眼泪熬干。既然已经决定离开，就不要对这个男人还投入半分感情。况且如果被周林轩发现自己要取消婚礼，挽留不成的情况下，他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挠股份转让一事。没什么，我有些累了，想先回家休息一会儿。纪薇勉强挤出个笑容，周林轩这才松了口气。好吧，那我晚点让唐经理把婚纱送到家里，等你休息好了再试。刚刚做了亏心事，这会儿他殷勤的不行，坚持要送纪薇回到家才肯去公司。纪薇懒得多说，就答应了。他们一起下到车库，刚拉开车门，就听到一阵娇软的惊叫声。啊，好疼！纪薇抬头望去，只见不远处沈琪琪正一脸痛苦地跪坐在地上，她似乎是崴到了脚，正拧着眉头在那揉，视线却直勾勾地盯着这边的周林轩。而周林轩也确实不负所望，立刻就快步走了过去。小沈，你怎么在这儿？他把沈琪琪从地上扶起来，装得一脸意外模样。朋友过几天办生日派对，我来挑件礼服。沈琪琪单脚站着，整个身子都贴到了周林轩身上。周总，您和薇薇姐这是？我老婆的婚纱之前有点不合适，设计师修改了一下，我们今天是过来试的。周林轩用绅士手隔开和沈琪琪的距离，老婆2个字说出口时，纪薇明显看到他脸上闪过一丝嫉妒。他看着这对狗男女演完了戏，才冷冷道：林轩，你还走不走？沈琪琪连忙挤出个笑容。对，周总您先回去吧，要结婚肯定还有很多事得办，我打电话让男朋友来接就可以了。他说着就要推开周林轩，却一个不小心又摔到了地上。周林轩要去扶，却被纪薇先一步拦住了。他像是突然来了兴致，伸手将沈琪琪拉起来，眉梢轻挑起。你交男朋友了？沈琪琪害羞地点点头。是啊，我们关系很好，他黏我可紧了，1分钟都离不开呢。是吗？纪薇掀起嘴角，掏出纸巾替他擦了擦手上的灰，漫不经心地说道：年轻人谈恋爱是好事，林轩，回头给小沈换个职位，别整天跟在你们几个大男人后面，多给他留点私人时间。沈琪琪面色一僵，她是半年前纪薇亲手招进公司的，当时是给纪薇做助理，后来因为要备婚，又跟周林轩父母闹了点矛盾，纪薇就停职做起了全职太太。沈琪琪工作能力不错，周林轩提了一嘴自己助理要离职，纪薇就把他放到了周林轩身边做助理，没想到直接坐到了床上。薇薇姐，我不觉得忙，而且我男朋友能理解我。行，都听你的，老婆。周林轩直接打断了沈琪琪的话，随口叮嘱了他几句后，就拉着纪薇上了车，轿车往出口开去。纪薇望向后视镜，只见沈琪琪崴到的那只脚神奇般复原，正撅着嘴愤愤地把包砸到地上，然后拿起手机开始拼命点着什么。下一刻，车厢内周林轩的手机震动了几下，有信息进来。周林轩拿起扫了2眼。老婆，公司有点急事，我先送你回家，晚点忙完再陪你一起试婚纱好吗？急着去给沈琪琪当男朋友吧。方才拉他的时候，纪薇就看见了，那盒子里根本不是什么礼服，而是一堆情趣内衣。刚刚在试衣间激战还不够，现在还要巴巴赶过去。纪薇突然一阵反胃，猛地叫停周林轩，推开门就冲下去，抱着路边的垃圾桶干呕了起来。老婆，你怎么了？周林轩连忙下车跑过去，但纪薇实在恶心的说不出话，缓了好一阵才直起腰，冲周林轩摆摆手。估计是晕车了，你不是有事儿急着走吗？赶紧走吧，我自己走回家。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周林轩脸上的担心倒不像是演的，但纪薇现在一见他就觉得恶心，随便应付了几句就直接转身往外走。老婆。周林轩原地叫了2声，纪薇没有任何反应。过了几秒，身后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等纪薇再回头时，周林轩已经掉头走了。就这么着急吗？纪薇苦笑着喃喃自语。20分钟后，他的手机响了几下，有信息发过来，打开便是沈琪琪坐在副驾驶的照片，穿着黑色蕾丝的双腿中间，男人的手若即若离。薇薇姐，怎么办啊？听说你生病了，本来不想让阿轩来接的，可他突然跑回来，抱着我就往车里钻，好像1秒钟都忍不住了。哦，对了，听说他们下午会把婚纱送到家里给你试，放心吧，我只是跟你接阿轩几个小时而已，我们会早点结束，晚点一定催他回去陪你哦。纪薇一一看完，面无表情地关上手机，他以为自己已经免疫了，可颤抖的身体和指尖
到底还是出卖了他，是恨也是不甘心。他7岁认识周林轩，19岁开始恋爱，到今天已经29岁了，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他们熬过了异地和异国，熬过继父的突然去世，熬过周林轩创业初期的种种艰难，直到1个多月前，纪薇还天真的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毕竟彼此圈子里散伙的情侣有太多，像他和周林轩这样从没吵过架，彼此知根知底，谈这么多年恋爱还能携手走进婚礼殿堂的，更是只此一对。可周林轩出轨了，纪薇发现这件事是在定下婚期的第2天，那个嚣张的小三打来一通示威的电话，当时继母还在旁边。沈琪琪说，她被周林轩招进公司的第2天就收到了他的房卡。那天周林轩缠着他做了整整1夜，身体力行地证明着他有多喜欢他。他们已经在一起小半年了。沈琪琪隔着手机阴阳怪气地说纪薇年纪大，说他像条死鱼，说他就像快嚼烂的菜帮子一样，乏味又无趣。纪薇当时觉得天都塌了，他本来就是个烈性子，当时就冲到厨房抄起菜刀就想去公司砍了周林轩，被继母好说歹说的拦了下来。你和阿轩这么多年的感情，别因为这点事就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先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别这么冲动，公司那么多人呢。小薇，妈是过来人，你的感受妈都明白，男人都是会犯错的，人这一辈子太长，能遇到个知根知底的不容易。阿轩要是肯改，就原谅他吧。继母一把鼻涕一把泪，拉着他说了许多，纪薇当时全信了。可那天夜里，当周林轩换了一套跟早上出门时完全不同的衣服回到家，当他做贼心虚的洗完澡才敢躺到他身边时，纪薇吐了，他高估自己了。一想到他白天又跟沈琪琪不知道在哪鬼混过，一想到他曾无数个夜晚在白天跟他做过后又来包自己的衣服求欢，他就恶心的不行。但周林轩伪装的太好了，不仅亲自帮他清理身上和地上的呕吐物，连夜叫来家庭医生给他看病，等待的时候还因为担心他多想，打趣说他是不是怀孕了。那段时间继母总打电话过来劝纪薇，想过原谅他，想过就这么得过且过，可很快他就发现根本做不到。每当夜深人静，他看着躺在身边的男人，都会控制不住的去怀疑，沈琪琪到底是他第几次的出轨对象？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出轨的？他外面真的只有这一个女人吗？纪薇开始疯狂地回忆过去10年和周林轩的点点滴滴，甚至到最后连他最开始追求自己到底是出于喜欢还是别有用心都没办法确定。他就这样咬牙忍了1个星期，勉强忍住心中的戾气和厌恶，推进婚礼进程，直到发现周林轩衬衫上的口红印。这是怎么回事？谁留下的？纪薇冷冷地质问着，他内心深处还希望周林轩能就此跟自己坦白道歉，然后他们可以开诚布公谈个明白，但他没有。周林轩脸上闪过一丝慌乱，紧接着一把抢过那件衬衫，愤愤骂道：赵远这个混账东西，前天聚会的时候喝多了吐一身，把我的衬衫借走，没想到是穿去跟女人鬼混，还回来的时候都不知道洗一下。他说完后立刻就打电话给赵远，当着纪薇的面又痛骂了赵远一通，还让他给纪薇解释。嫂子对不起，这事是我办的不地道，回头我就买一打新的衬衫给轩哥送去，你可千万别误会他什么的。轩哥对你的感情我们可都是知道的，他爱你爱得要死，是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的。赵远在电话里信誓旦旦的保证，就差顺着信号爬过来指天发誓了。纪薇的一颗心当即凉了个彻底。原来周林轩的那些朋友都知道他出轨的事，甚至到了不用提前对口供就可以打掩护的地步。纪薇觉得自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下午2点，唐经理带人送婚纱过来，到底是家务事，纪薇不想让外人知道。他就这么穿着婚纱坐在客厅沙发上等，从日上高头等到夕阳落幕。周林轩始终没有出现，倒是沈琪琪4点多的时候打来一个语音电话，纪薇接了，对方却没有说话。听筒里传来男女激战的声音，污秽的床子私话，急促的喘息，婉转起伏的呻吟。过了一会儿，他们缓了下来。沈琪琪娇嗔道：阿轩，你们都要结婚了，我们还这个样子，薇薇姐会不会生气呀？周林轩轻笑一声：没事，他又发现不了。可是你这么缠着我要个不停，回家交不了公粮，薇薇姐肯定会怀疑的吧？她会不会嫌弃你不行啊？呵呵。他都多大年纪了，我现在摸他跟摸自己没什么两样，早就没欲望了。还是你好，这么嫩这么白，手感又好，宝贝儿，这样下去我迟早死在你身上。喂，别乱摸，别跑我的小乖乖，我们再来一次。暧昧的声音再度响起，纪薇再也忍不住，狠狠将手机砸到地上，砰！清脆的撞击声打破了屋内人的窃窃私语。唐经理停下修改男士礼服的手，惊疑不定地问道：季女士，您怎么了？纪薇的脸冷若冰霜。婚纱试完了，你们回去吧，直接等婚礼那天送到酒店就行。唐经理在这等了一下午，早就看出来情况不对。现在纪薇开口让走，立刻麻利地收拾完东西，带着员工离开了。客厅突然就空了下来。2分钟后，地上被砸碎了屏幕的手机再次响起刺耳的铃声。纪薇以为又是来示威的沈琪琪，她再也受不了这种被人骑着头上拉屎的感觉，捡起来一接通就骂道：你还有完没完了？想表达什么？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好半天才响起唐经理小心翼翼的声音：季女士，抱歉，是我打扰了。我就是想说一下，那个我们走的时候太急，忘记将您身上的婚纱取下来带走了。纪薇一愣，低头望去，这才发现自己还穿着那套修改过的婚纱。您现在有时间吗？我马上派人过来取。纪薇本想说可以，话到嘴边却又转了个弯，就放我这儿吧。婚礼那天你随便再选一套，尺寸稍微改一下，跟这件差不多就行。这件他要留下来，当成给周林轩的临别礼物。唐经理还在犹豫，毕竟这件是法国空运来的，前后改了10几次才定下来，谁不想做最完美的新娘呢？现在纪薇却说要随便找一件代替。明明婚礼结束也可以留着收藏的，再喜欢
也不至于急那一天。你按我说的做就行。纪薇干脆利落地吩咐道，所有的费用全部列一个明细，定金已经付给你了，婚礼后直接找我老公结账。唐经理这才答应着挂了电话。客厅有一扇玻璃，纪薇说话时无意间走了过去，她放下手机，静静看着倒映出的自己。当年人人称赞的校花，在快30的年纪，眼角也开始溢于尾纹，皮肤也没有从前那么细腻了，连眼神都因为这些日子的身心折磨变得沧桑不已。我真的老了，比不上22岁的沈琪琪，难怪周林轩说摸我像摸他自己。纪薇这样想着，可下一秒又突然清醒过来。我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将那个混蛋的错归咎到自己身上？他提起裙摆往厨房走去，在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周林轩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在外面鬼混的时候一直很注意，是绝对不允许对方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的。但今天是个例外，沈琪琪弄了套极性感的内衣，特意让周林轩把车开去海边，还用了点助兴的东西。他一个没收住，等想起答应纪薇的事时，已经快8点了。老婆，对不起，公司的事实在太忙了，让你一个人跟唐经理试婚纱，你受委屈了。周林轩搂着纪薇的腰，低头就要亲下去，被他嫌恶地避开了。你真的在公司吗？纪薇说着，视线却直直望向他敞开的领口。周林轩回来的太匆忙，连扣子都是在电梯里扣上的，根本没注意到锁骨那里有一枚刺眼的吻痕。老婆，你说什么呀？我当然是在公司，这套房子是4年前买的，有些旧了，我想给你买一套新的别墅当婚房，所以这些日子急着谈项目，抱歉忽略你了。周林轩解释了一大堆，纪薇始终面无表情地望着他。周林轩头皮开始阵阵发麻。老婆，你先坐一会儿，我去上个厕所，等会儿去给你做夜宵，昨天特意跟米其林大厨学的呢。他说完就匆匆钻进了卫生间，可不到半分钟就脸色惨白地冲了出来，看样子是发现吻痕了。周林轩大不过来拉住他的手。老婆，你听我解释，不是你看到的这样，我就是什么？纪薇突然笑了起来，她伸手摸摸那个吻痕，嗔怪道：林轩，你也真是的，这么热的天也不知道做好防护，被虫子咬了这么大块的包。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给你拿药膏。他转身回客厅找药，周林轩也跟了出来。对，是虫子咬的。你也知道，林森新开的那家店，为了搞情调，挪了一堆花草树木过来。我今天一上午都在那里面折腾，被虫子咬了好几次呢。纪薇拉着他到沙发上坐下，一边涂药一边漫不经心地答道：那你让他坐下驱虫处理，毕竟是餐厅，环境也是很重要的。微微你真好，连我的朋友都会照顾到。周林轩又是一副感动的样子，搂着他腰肢的手指正隔着薄薄的纱裙上下摩挲着，意思已经很明显了。纪薇死死咬着牙，才忍住了一巴掌扇过去的冲动。你先去洗澡，身上有味儿。好，那你去楼上洗，等我宝贝儿。他用了跟沈琪琪调情时一样的称呼，熟悉的呕吐感瞬间涌了上来。纪薇立刻冲到楼上卫生间，抱着马桶干呕了好一阵才缓过来，然后对着水龙头疯狂地洗脸，直到快搓下一层皮才呆滞地放下手。只剩2天了，纪薇看着镜子里狼狈的自己，如此安慰着。这个晚上，纪薇借口来例假身体不舒服，提出分床睡，周林轩也没反对。他白天跟沈琪琪缠绵太多次，也有些累了，心里还暗戳戳担心，万一纪薇突然想要，他却没精力满足的话，要怎么办？第2天是个晴天，按照原本的计划，纪薇要和周林轩一起去机场接他父母，两边的亲戚则会在后天，也就是婚礼前日在一起过来。可一大早，周林轩就匆匆跑到客厅，一脸为难地说道：老婆，真的对不起，我可能没办法跟你一起去机场接我爸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那个兄弟赵元你知道吧？他跟女朋友吵架追到外地去，出了车祸，我得赶紧过去帮忙处理。这么着急吗？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反正你爸妈知道家里的地址。纪薇知道周林轩在撒谎，故意这样问。果不其然，他脸上闪过一丝心虚，随即挪开视线。不用，后天你就要做新娘了，乖乖待在家里，我很快就回来。看来这个门是非出不可了。纪薇没有再勉强，目送周林轩出门后，才回到客厅，慢条斯理地拿出手机开始等。2个小时后，周林轩发来一张跟赵远的合照，表示自己已经见到他了，处理完那边的事马上就会回来。与此同时，沈琪琪的朋友圈也更新了22岁生日，老公特意包下海岛给我庆祝，所有的好朋友都来了。他说今天的我一定是世上最幸福的小公主。他配了几张图，有和周林轩的接吻照，有据说在吵架的赵远和他的女友，这些纪薇都可以接受，并且已经开始免疫。当看见照片上沈琪琪挂在脖子上的项链时，才真正让他千疮百孔的心彻底碎成灰烬。已经绝版的克什米尔蓝宝石项链，那是纪薇父亲还在世时送给他的18岁生日礼物。纪薇匆匆跑到书房，打开保险箱，打开收项链的盒子后，浑身一震，那里已经空了。周林轩偷偷拿走了项链，送给了要过生日的沈琪琪。纪薇足足5分钟都没缓过劲来，脸上空荡荡的，巨大的打击让他根本做不出表情，那种整个如坠冰窟的感觉，比之前发现周林轩出轨时还要更窒息。他已经顾不上转让股份会不会被发现，急匆匆拿起手机打周林轩的电话，可对方关机了，沈琪琪也关机了。联系那些个可能跟周林轩一起去的朋友，要么就说不清楚他在哪，要么就是有事在忙，不方便多说。周林轩，你这个混账！纪薇彻底失控，手机被重重砸到地上，原本只是碎了屏幕，这次是彻底不能用了。纪薇不知道一个人在书房坐了多久，直到楼下传来嘈杂的呼喊声时，才回过神，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往客厅走去。哎呦，你在家啊？那干什么不理人？我跟你叔叔在机场等了2个多少小时，2个多小时啊！你就是这样给人当儿媳妇的吗？知道要结婚领证了，所以直接不把我们当回事了，是吧？
周母一见到姬薇就开始数落个不停，话里话外都是嫌弃。当初答应去接他们的是周林轩，现在放他们鸽子的也是周林轩，他话里却半点没提起自己的宝贝儿子，全都是对姬薇的嫌弃。周父也是一脸的不满。你们来了。姬薇扯了扯嘴角，半点道歉的意思都没有。跟周林轩在一起的10年，他算是见识了什么叫任性。他家境普通，刚跟姬薇在一起时，甚至连小康都算不上，跟家里做生意的姬薇比起来，简直是典型的门不当户不对。大3，周林轩开始创业，第一笔资金还是继父投的，因为姬薇认定了他，并且也参与了创业，继父还特意拉了很多资源和人脉过去。后来周林轩小有所成，而继父突发心脏病过世，周家父母就从最开始的谄媚变成了日渐嫌弃。半年前，姬薇被迫停职做全职太太，也是因为周母的以死相逼。因为姬薇流过产，当初父亲去世伤心过度导致的，等发现时孩子已经没了。当时继母让他们结婚，周林轩却说他老家有习俗，双方父母有人过世要守孝3年，就拖到了现在，也给了周母怀疑姬薇生不出孩子的理由。周母在客厅骂骂咧咧个不停，姬薇头疼的要命，对他也忍到了极点，能坚持着不发火，全靠那点仅存的修养。阿姨，他猛地打断周母的输出，白着一张脸问道：林轩有个哥们叫赵远，前几天出轨被老婆发现，你说这种男人该不该死？周母顿住了，不知想到什么，皱了半天眉毛后说道：什么死不死的，你别整天胡说八道。小赵我是知道的，这几年生意做得挺好，餐厅都开到外省去了。男人在外面打拼事业太辛苦，找个相好的缓解压力，只是玩玩而已，当不得真。姬薇听完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他了。原来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样的，连对赵远这样的一个外人都能这么宽容。如果周母知道自己儿子出轨，以他护犊子的性格，怕是还要反过来找姬薇的不是。我知道了，阿姨您说的对，是我太冒进了。姬薇说完，没再管他们什么表情，转身回到了房间，直到锁上房门，苦苦压抑的情绪才被姬薇释放出来。拨打继母电话时，她甚至能明显的看到自己手指的颤抖。妈，你的机票我退了，明天我会让人带你去办护照，婚礼取消了。你告诉大舅他们一声，后天不用过来了，你就跟他们说周林轩得了重病要死了，对，不用过来看的，具体的原因过几天我会回去跟他们解释。还有，你不要联系周林轩爸妈，这边的事我会处理好的。继母知道他是为了周林轩出轨的事在生气，还想再劝，但姬薇已经下定决心，态度强硬的应付了几句就挂了电话。姬薇开始收拾行李，婚礼前她都不打算在这个家住了，以后也不会再回来，那些衣服鞋子都不要了，只带走贵重首饰和证件就可以，全部加起来也不过装满了一个手提包。手机摔坏了不能再用，她翻出家里的备用机，把卡装上去，至于那个旧的就跟着那些带不走的东西一起留给周林轩吧。姬薇打开门往外走，经过楼梯拐角时，听到客卧传来细碎的说话声，她不想理会的，可刚迈开步子就听到了周林轩的名字。小轩，你疯了，都要办婚礼了还在外面胡来，你就不能忍这2天吗？是，妈知道你嫌纪薇管得太多，妈也知道你压力大，在外面养个小情人妈不拦你，但你也别做得太过分啊。你明天赶紧回来吧，晚2天就够了。还有那个项链，妈给你弄了个假的，记得把纪薇那个拿回来，结婚以后那可就是我们家的财产。妈看你是脑子进水了，才送你那个小情人。好了好了，放心吧妈，知道你的压力，纪薇我们盯着呢，发现不了的。是怎么走出那个家门的，姬薇不知道，直到车开到了律师事务所楼下，他脑子里还是一片轰鸣。姬薇以为周家父母只是不喜欢自己，没想到他们早就知道周林轩出轨，还一直帮忙隐瞒，甚至连父亲的遗物都早早被他们花为了周家的财产。2个月前，姬薇觉得自己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现在却觉得浑身冒冷汗。周林轩的朋友、父母、公司的人，他们全都知道他出轨的事，并且默契了编织了一张充满谎言的大网，将姬薇整个人笼罩在里头。太荒谬，太可怕了。姬薇像一具行尸走肉，在律师的指引下麻木地签完所有文件。到现在为止，股份转让手续已经全部完成，由于是内部转让，不用进行公示，现在您与维信科技已经没有关系了。这边是您之前拜托我们办理的暂居证和护照，还有其他的一些证件和手续文件，麻烦您收好。姬薇一一点头，付了尾款后打算离开，走到门口却又转过身。林律师，我想问一下，您认识私家侦探吗？姬薇原本的打算是直接让婚礼开天窗，他那边的亲戚是不会过来的，后天出现在仪式上的只有周林轩的亲戚和朋友，让他们自己丢脸去。可现在姬薇觉得这还远远不够，被欺骗、被算计、被背叛的愤怒几乎要将他整个人燃烧殆尽。他要将周林轩和沈琪琪苟且的事告诉所有人，要撕下那群骗子的脸皮，让他们知道谎言带来的后果。林律师跟姬薇的交情不错，况且他钱给的确实够能打动人。这位私家侦探能力非常强，主打一个迅速，手下有10几号人，个个都能媲美顶级狗仔，还有不少兼具黑客技术。我就一个要求，明天晚上之前找到周林轩出轨的所有证据，包括视频、照片、聊天记录。姬薇把50万支票递过去。婚礼开始前我会离开国内，后续的事情需要你来帮我做完，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100万。对方一口答应了。谈完具体细节，已经是下午4点了。姬薇走出咖啡厅，洒在脸上的阳光明明是温暖的，她却有种想哭的冲动。后天就是她的婚礼了，盼了10年，却发现自己是个笑话，何其可笑。她订了个酒店，
吃晚饭时接到周林轩的电话，声音听起来很响亮，看起来在那边玩得很愉快。老婆，抱歉啊，我今天晚上回不去了。赵远伤得很严重，他女朋友还闹着要跳楼，现在两个人轮流拉着我诉苦，实在是走不了。没关系，你先照顾他吧，人命关天。老婆你真好。周林轩声音听起来感慨。我爸妈在家没吵到你吧？要是不自在的话，可以出去跟小姐妹逛逛。我给你卡里打了一笔钱，明天过后你就是我真正的老婆了。现在尽情享受单身时光，婚后我可是会天天黏着你的哦。纪薇无声冷笑着，嘴里说着应付的话，眼里却全是嘲讽。现在在尽情享受的应该是周林轩才对。他就这么坐在车上，一边开着扩音，一边翻着沈琪琪同步发来的图片和信息。薇薇姐，你这样有意思吗？我劝你还是取消婚礼算了。阿轩根本不爱你，你猜他现在用什么姿势跟你打电话的？现在来揭晓谜底，我直接给你发照片喽。他呀，在我的身体里呢。薇薇姐，晚上可要早点睡觉哦，我们要到明天下午才回去呢，别等太晚。一个人睡不着的话，就数羊吧，或者我给你实时直播我和阿轩的现场，那样一定更刺激呢。照片一张张发过来，凌乱的海景大床，纠缠的男女，遍布的红痕，而周林轩还在脸不红心不跳的对纪薇说着那些恶心的话。没事儿，我先挂了。纪薇打断他，然后直接挂断关机。到了现在，他对周林轩这个人已经到了听见他的声音都反胃的地步。晚上的时候，周母发来信息说周家有几个亲戚提前来了，让纪薇在外面找个地方睡，家里的房间都住满了。纪薇干脆说自己要回老家接母亲，等婚礼当天会直接去酒店等着。周家父母本就不在乎他这个新娘，而周林轩忙着跟小情人过最后的单身之夜，直到第二天晚上都没再打过一个电话，连私家侦探过来送证据的时候都忍不住感慨，没见过这样的当公婆和老公的。这样的男人确实不能要。纪薇扯了扯嘴角，明天上午熬到仪式开始前，他就可以带着母亲彻底离开这座城市了。凌晨3点多的时候，周林轩终于打来了电话。老婆，你在哪儿？化妆师已经到酒店了，我们要开始为婚礼做准备喽。知道了，我晚点会过去。纪薇说完就挂了电话，半点没有起床的意思。又不是他的婚礼，那么殷勤做什么？从发现周林轩出轨开始，纪薇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可今天却意外睡得很安心。挂完电话静音后，回笼觉直接睡到了6点半。酒店那边已经急疯了，60多个未接来电，100多条催促信息，周母骂的比当初逼他停职时还难听。纪薇没有回电，她化了个淡妆，悠闲的吃了个早餐后，才慢悠悠往酒店走去。中间还打电话给私家侦探问他的团队有没有到酒店，等确定所有事都万无一失后，才收拾好表情进了化妆间。你怎么才来啊？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周母一见到他就开始发脾气，脸黑的跟锅底一样，所有人都在等你，耽误多少事你知道吗？这么大年纪了办事还这么不靠谱，我看这个婚礼别办算了。好啊，纪薇无所谓的回道。周母顿住了，指着纪薇的鼻子好半天没说出话来。周父也震惊的瞪大了眼。周林轩慌忙走过来安抚。好了嘛，大喜的日子能不能别再闹了？微微迟到我知道，他已经跟我说过了，就是睡过头了而已。她是新娘，今天最大，仪式什么的都是次要的。11点仪式开始，现在已经快9点了。见他们都消停了，纪薇才面无表情的开口。既然不取消的话，那你们都先出去吧，我要化妆换衣服了。外面还有宾客，周家父母要出去迎接，没时间再讨伐纪薇，只好悻悻离开了。纪薇说换衣服不想有人在，把化妆师也赶了出去。婚纱是临时换的，不是很合身。从里间出来时，周林轩正坐在沙发上，见到纪薇立刻惊讶地站了起来。老婆，你好美啊！今天你一定是最美的新娘啊！到底是相处10多年的，纪薇一眼就看出他在撒谎，毕竟连婚纱换了都没发现。周林轩从后面揽住纪薇的腰，两人依偎着一起看向镜子中的自己。10年了，微微，我终于如愿娶到你了，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你爸爸缺失的那份爱，我会一起补给你。提到父亲，纪薇的心颤了一下，她抬眸望向镜子里的周林轩，在看见他泛红的眼圈时险些笑了出来。真能装啊！好了，林轩，你先出去吧，外面还有很多宾客呢。对了，今天我想自己化妆，毕竟是婚礼，让那些人都去酒席休息吧。好，都听你的。周林轩吻了吻他的眉心，转身出去了。9点半了，还有1个半小时。纪薇倒了杯热茶，坐到沙发上开始等。不到20分钟，房门再次被推开，沈琪琪扭着腰走进来。微微姐，你今天可真漂亮，恭喜你啊，终于可以嫁给阿轩了。纪薇勾起唇角，你的表情可不像是真心祝福，你别得寸进尺。沈琪琪愤愤道。她从包里掏出一张检查单，拍到茶几上，看看这个吧，我怀孕了，是阿轩的孩子。之所以你来这一趟，是给你个台阶，希望你识相点。现在离开啊！纪薇突然起身，将茶狠狠泼到他脸上，示威的话骤然变成尖叫。你疯了吗，纪薇？干神啊！沈琪琪大吼，抬手想打，又被纪薇左手拦住，右手一巴掌甩翻到地上。化妆间陷入短暂的死寂。从前在纪薇身边工作时，沈琪琪就知道她是那种雷厉风行、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女人。可能跟周林轩偷情的时间太久，又加上纪薇停职离开公司，沈琪琪越来越飘。发现自己怀孕后，甚至有了一种可以踩在她头上的错觉，也确实是错觉。纪薇蹲到沈琪琪身边，指尖在她平坦的小腹上点了点。之前你整天发信息骚扰我，我谅你年纪小不懂事，都忍了，但你竟然异想天开，来我面前闹事。沈琪琪，我告诉你，别说你现在怀孕了，就算是真把活生生的孩子抱到我面前，我也绝不可能如你的愿离开林轩。纪薇站起身，从包里拿出张请帖扔到沈琪琪脸上。这是婚礼请帖，好歹也是怀了阿轩孩子的女人，一顿酒席我还是请得起的。沈琪琪惊魂不定地爬起来，慌忙捡起请帖就往外跑。
嘴里还不忘放狠话。我回头找阿轩收拾你。蠢货！纪薇嘲讽一笑，把门锁上后就开始换衣服，婚纱被她丢到地上，那颗求婚戒指也被收到礼盒里，好好的放到了茶几上。走出化妆间时是10点15分，因为季家的宾客迟迟没来，大厅已经乱成了一团。沈琪琪的出现让周林轩心虚又害怕，所以拦着不让任何人靠近化妆间。纪薇就这么戴着口罩，毫无阻拦的一路出了酒店。婚礼的日子是当初专门请大师选的，万里晴空。10点多的阳光还不算太热烈，落到肩头的时候，纪薇觉得2个多月以来笼罩在自己周围的阴霾都被驱散了。手机铃声响起，小薇啊，我已经到机场了，你大舅他们我也叮嘱过了，今天都不可能接林轩他们那边的电话的，放心吧。继母这些日子也想通了，尤其是得知周林轩婚礼前还飞到外面跟小三鬼混的时候，彻底对那家人死心了，所以都不用纪薇吩咐，早早就通知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婚礼取消的事，并且严令他们不许接周家的电话，要让他们在婚礼上丢尽脸。好，您注意安全，我马上也到机场了，妈，我们护士见。他们要在护士碰面，然后直接从那里的机场出境。12个小时后落地，纪薇在南太平洋买的小岛，也许会在那里住1-2年，也许会是一辈子。不过以后的事谁知道了。临上飞机前，纪薇最后望了一眼这座待了快10年的城市，希望这次是再也不见吧。纪薇的离开之路风平浪静，艳阳高照。周林轩在酒店那边却快要疯了，婚宴都要开始了，季家的人却一个没来。快打电话啊！我真是服了。纪薇他们家都是什么人？这都什么时候了？宴席都要开始了，现在除非跟我说他们全体车祸死路上了，不然我是绝对不会原谅的。你妈说的对，当初我就劝你跟纪薇分手，她性格强势，整天就知道工作在家还要你伺候，做事毛毛躁躁，还把我的大孙子弄丢了。等婚礼结束了，我非得上门讨个说法不可。周父周母急得跳脚，站在酒店门口不停地发脾气，偏偏这时候沈琪琪还凑上来添乱。阿轩，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别生气了，先听听我要说的事吧。哎呀，薇薇姐他们家人的脾气，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别气了。我发现了一家很有意思的温泉酒店，晚上我带上之前那套你说很带劲的内衣，咱们去试试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这种事？周林轩简直烦不胜烦，偏偏沈琪琪不知道看脸色，跟只苍蝇一样在旁边嗡嗡的不停。你他妈给我闭嘴！你烦不烦？周林轩突然大吼，一把推开沈琪琪，大步往楼上化妆间走去。阿轩，你去哪儿？等等我啊！沈琪琪立刻提着裙摆追上去。周林轩是带着火气打开化妆间的门的。从昨天纪薇不回家，不在婚宴酒店住，到今天早上不接电话，迟到8点多，再到刚才跟自己父母阴阳怪气拌嘴，他其实一直憋着口气。周林轩早上说的那些大度的话，只是出于前几天跟沈琪琪鬼混的心虚，但是也分轻重缓急，是不是？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和爱面子在此刻全部爆发。纪薇，你亲戚都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来？周林轩铁青着脸，抬脚踹开门的同时大声质问道。没有人回复他，化妆间空荡荡的，那件方才还穿在纪薇身上的婚纱，此刻正被随手扔在地上，连跟在后面的沈琪琪都愣住了。阿轩，这里好像没有人哎。薇薇，周林轩捡起婚纱，喃喃唤了一声，一种强烈的、极度糟糕的感觉涌上心头。婚宴就要开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一边扫视着整个化妆间，一边低声说着，像是在问别人，又像是在问自己。直到茶几上的丝绒盒子映入眼帘，周林轩拿起来打开，里面安静地躺着那枚3年前他亲手做的求婚戒指。周林轩整个人都僵住了，空无一人的化妆间，被扔掉的婚纱，还回来的戒指，再加上这段时间纪薇的奇怪表现，所有一切都在告诉他，纪薇走了，新娘单方面取消婚礼，不要他这个新郎了。沈琪琪也猜到了，脸上闪过一丝窃喜，但很快被装模作样的担忧盖住。怎么啊，阿轩，薇薇姐她好像走了哎。她挤出最娇软的声音，黏糊糊的从背后抱住周林轩的腰。这样是不是就说明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在一起了？阿轩，虽然这样很不好，但我真的好爱你，好想跟你在一起呀。你给我放开！周林轩一把扯开沈琪琪的手，将她甩到沙发上，刚想发脾气，手机就响了。他以为是纪薇或者纪家其他人打来了，刚接通就想质问这群人到底什么意思，嘴都没来得及张，就听见对面周母惶恐的哭喊声。小轩大厅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妈，你别哭啊，你好好说话。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帮人，把你和那个小三的照片拿出来，满场撒，还在大屏幕上播你们上床的视频。妖兽啊，你这个混账东西，要把我和你爸的脸都丢光了啊！周林轩浑身剧震，踉跄着栽倒在椅子上。沈琪琪吓了一跳，连忙凑过去。阿轩，你怎么了？然后周林轩已经没办法回应了，他猛地推开沈琪琪，拔腿就往楼下宴会大厅跑去。里面已经乱成一团了，除了周家的亲戚朋友，还有周林轩商业上合作的伙伴，连酒店的工作人员都挤进了会场，拿着散落满地的传单在眉飞色舞的八卦。大屏幕上正轮播着他和沈琪琪的各种大尺度视频，甚至还放大了两人的脸，贴心的给关键部位打了码。我们的视频的男女主角都来了啊！台上抢走主持人话筒的侦探团队员工小赵突然大声叫道，所有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齐刷刷将目光挪到了门口。周林轩已经是面色惨白，沈琪琪尖叫着捂住脸，
转身想往外跑，却被围上来八卦的人牢牢堵在原地。这两位可不得了啊！一个是咱们新娘交往10年的男朋友，一个是她亲手招进公司的贴身助理。来，让我们采访一下新郎和这位小三女士。小赵拿着传单穿过人群，挤到周林轩和沈琪琪的面前。周林轩先生，我听说婚礼前2天你还特意包了海南的一座庄园，给身边这位小三沈琪琪女士庆祝生日是吗？我还听说你偷了新娘父亲留下的遗物，一条绝版蓝宝石项链，送给小三沈琪琪女士当生日礼物是吗？你哪来的？在胡说八道什么？周林轩脸黑得像鬼，冲上去就要抢话筒，被小赵敏捷的避过，还顺便伸腿将他绊了个狗吃屎。小赵绕到沈琪琪面前，突然像发现什么，怪叫一声后，直接伸手往他脖子上狠狠一拽。啊！你干什么？沈琪琪尖叫着捂住脖子，却见小赵提着刚从他脖子上抢下来的项链，大声道：“就是这个！你这小偷、强盗，抢了别人未婚夫不够，连人家父亲的遗物都要霸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你也不怕新娘告到你牢底坐穿啊？”原本只是感情的事，外人也就看个热闹，有更劲爆的八卦出来时，就会忘记这件事，顶多亲戚间会多议论几句，私下里整点异样的目光。可当涉及到钱，性质就不一样了，尤其还是价值不菲的绝版项链，继父留下的遗物，人群直接炸开了。一开始还是小声的讨论，后来则开始明目张胆的指指点点。怎么会有这种人啊！我的天，真是开眼界了。为那个谁，赶紧去问问经理酒席定金付了没，待会儿可得看紧点，防止他们跑单。婚礼吹了钱还是得付的。小轩是我看着长大的，怎么也想到是这种德行。微微可是个好孩子嘛，这小三看着就贼眉鼠眼，小轩怎么会看上这种女人？天哪，谈了10年的恋爱，这么浪漫的事儿，没想到一地狗屎。婚礼前还在跟小三滚床单，看看那些照片和视频是有多饥渴啊！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人？真是要吐了！无数嫌弃和议论的声音往周林轩耳朵里钻，周父面子过不去，对着小赵破口大骂周母，气到发疯，跟几个亲戚吵得太狠，直接打起来了。沈琪琪干脆坐到地上，捂着脸尖叫痛哭。疯了，真是疯了，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突然大吼一声，紧接着飞速转身撞开人群就往外冲去。你干什么去？惊呆了，同时大喊道。可周林轩已经完全听不见，他整个人都是混沌的，冲上车后毫不犹豫地将油门踩到底往家里飙去。这座城市已经待不下去了，他没脸见人了，只想赶紧回家收拾东西离开。刚好所有人都在酒店，家里空荡荡的，进门就直奔2楼主卧，胡乱拿了几件衣服和必备的证件就打算下楼，却被门后摆着的礼盒吸引了目光。礼盒纸条，林轩送你的新婚礼物。愣愣拿起纸条，确实是纪薇的字迹。他父母虽然不喜欢纪薇，但该注重的传统习俗是会好好遵守的。婚礼前，除了把主卧打扫干净布置好之外，别的东西一概没动。周林轩知道，刚才酒店里的那一出是纪薇的手笔，我也恨也气，可到底是10几年的感情。我从没想过跟他分开，更没有想过结婚的对象会是除了纪薇以外的任何人。跟沈琪琪也只是恋爱谈腻了玩玩而已。所以当看见这个礼物盒时，周林轩眼圈都红了，打开时手指都在颤抖。那是一件婚纱。周林轩终于想起来了，这才是我花重金从法国空运过来，前后改了10几次的那件。周林轩，微微喃喃念着纪薇的名字。将婚纱拿出来的那一刻，却全身都僵硬了。它是破的，被纪薇用剪刀撕成了无数碎片，甚至还因为动作太大割到手指，鲜红的血浸透了洁白的婚纱裙摆。周林轩脑子里全是轰鸣，原来早在那个时候，纪薇就已经决定离开我，放弃这场婚礼了。一股沉闷的感觉涌上4肢百骸，呆滞的坐到地上，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拿出手机开始疯狂的拨打纪薇的电话。电话电子音，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冷漠的电子音传入耳畔，一遍又一遍，终于放弃了。微微，我真的失去你了吗？周林轩很难过，但也只是暂时的而已。赵远打来电话说车子已经准备好时，他还是立刻拿起包往外面跑去。今天的事闹这么大，明天肯定会上社会新闻，公司也肯定已经传开了，这个地方不能待了，他必须得去外面避避风头。赵远安排的是他在隔壁市郊区的一套别墅，之前是用来度假，除了他们这些兄弟之外，没有人知道。这事儿确实是嫂子不地道，男人嘛，工作忙压力大，在外面养个小情人怎么了？你陪了他10年，任劳任怨，现在有点腻了，在外面找点新鲜玩意儿开开胃怎么了？轩哥，嫂子这是把你的脸皮往地上踩，等回头过了这个坎儿，你可千万要好好教育一下他。女人呐，还是得收拾才知道这个家谁做主。周林轩颓废地窝在副驾驶，闻言长叹一口气。微微这2年确实太任性了，在公司处处跟我作对，我做什么决定她都要插一脚，要不是真的太压抑，我也不会去找琪琪。赵远拍了拍他的肩，以示安慰，算了。等过了这阵，嫂子气消回来了，咱们再好好想办法，看怎么解决。周林轩沉默了，想起化妆间被纪薇留下的求婚戒指，想起家里那套被剪烂的婚纱。微微她真的还会回来吗？肯定啊。赵远斩钉截铁道。女人生气就是容易上头。再说了，公司还有她1半股份呢，她就算不要你也得要钱啊。话说到这一步，周林轩总算感受到了一点安慰。抵达别墅已经是5个小时后了，天也开始变得昏暗。周林轩狼狈地走进客厅，倒在沙发上的时候，觉得整个人像是被一块巨大的石头压住，郁闷的险些要窒息。轩哥，出大事了！轩哥，赵远突然冲进来，跟火烧了屁股似的。周林轩烦得不行，问他什么事。
一个姓林的律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关机了，联系不上，让我转告你。转告什么？嫂子，不，纪薇他把股份卖了，直接通过内部转让的，所以是手续完成之后才来通知你。什么？周林轩猛地蹿起来，大步冲过去，一把抢下赵远的手机。你哪里来的律师？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什么卖股份？我老婆什么时候卖股份的？等律师把前因后果全说完时，周林轩整个人都如坠冰窟。纪薇已经出国了，带着他母亲永远不会回来了。他扔掉了婚纱，放弃了出轨的未婚夫，公司和股份也统统舍弃了，看来是下定了决心。砰的一声，手机被重重砸到地上，瞬间四分五裂。喂，我的手！这个疯女人到底要干什么？赵远弱弱的呼喊被周林轩震怒的大吼直接烧成了渣。周林轩没时间避风头了，跟赵远又开着车连夜赶回了江城。赶到事务所时，林律师已经备好了所有能给他看的材料，连股份的购买人都请了过来。这是纪薇当时的要求，如果周林轩要闹，就让他死个明白。这些文件都是纪女士签字盖章并做过公证的，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已经生效。从现在开始，这位段先生拥有贵公司总计67%的股份，是最大股东。段祺卫跟继父是世交，从小看着纪薇长大的。周林轩出轨的事，他从当初购买股权时就知道了，对这个伤害纪薇的人是半分好感也没有。现在我是大股东周林轩，你被撤职了，以后不再是维新科技的总经理，我会尽快挑出替代人选，以后你就当个领分红的小股东吧。不行，我不接受。周林轩简直要疯了，猛地一掌拍到桌子上。段叔叔，你不能这样对我，我都是有苦衷的，只是有了一次外遇而已，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同样是男人，你应该理解我的。你这个混账东西还敢狡辩！段祺卫一巴掌直接把他扇到了地上。我一直把小薇当半个女儿看待，绝不允许你这样的人渣染指他和老纪花那么大心思弄起来的公司。既然你这么爱劈腿，就给我从公司出去，以后你想劈多少条腿，我都不会再过问一个字。周林轩已经完全愣住了，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段祺卫带着保镖走出去，不敢再多说一句。他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周家的亲戚全走光了，将近200平的大房子里灯火通明，估计老两口还没睡。周林轩松了一口气，反正父母早就知道他出轨的事，根本不会多说什么。况且昨天的婚礼闹剧，说到底还是纪薇的错。如果他能在发现自己出轨的时候就直接揭破，两个人开诚布公的说清楚，他肯定会改，肯定会跟沈琪琪断掉，那就不会有后面的事了。如果他能稍微硬气一点，早在发现自己出轨的时候就处理掉沈琪琪，他也不会跟那个小三纠缠那么久，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不雅照片和视频在婚礼上放。再往前算一算的话，就更是纪薇的错了。他本来是清心寡欲，一心搞事业，等着3年守孝期到跟纪薇结婚的，可没想到他把沈琪琪给弄进了公司。那个骚货第一次进他的办公室就穿着性感低胸装，又是嘟嘴又是挑眉的，不是勾引是什么？他只是试探性的把房卡放在桌子上而已。那个骚货直接拿走，晚上穿着一身黑丝性感内衣就爬上了他的床。所以归根结底全都是纪薇一个人的错。现在不仅让他丢尽了脸，还撺掇性断的将他赶出公司，简直是个疯婆子。周林轩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推开家门时连腰杆都挺得笔直，却在一道娇软的身体扑进怀里时，整张脸都黑成了锅底。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周林轩一把推开沈琪琪，眉头皱的都能夹死苍蝇。我来找你啊！沈琪琪像从前撒娇那样嘟起嘴唇，揽住周林轩的腰，整个人都往上贴。刚才在酒店，我说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还没来得及听呢。他还有脸提酒店，一股无名火瞬间涌上心头。周林轩一巴掌狠狠甩到他脸上。都是你这个贱人的错，都是你勾引我，要不是你，微微怎么会离开？要不是你，我昨天怎么会丢那么大的脸？沈琪琪，你脸皮可真厚啊，裸照都他妈被人传到网上了，还有脸在我家来？你是小三，是不要脸的小三啊，你懂不懂？沈琪琪还没来得及说话，周母先冲了过来，先是一巴掌甩到周林轩脸上，又心疼不已地把沈琪琪扶起来。小轩，你疯了是不是？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的儿媳妇？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儿媳妇？我跟她只是玩玩而已，根本没想过娶她。周林轩简直要崩溃了，在沙发上听了半天的周父终于忍不住了，站起来大吼道：你必须娶琪琪，因为她怀了你的孩子，那是我们老周家的孙子。不亚于晴天霹雳砸到头上，周林轩全身都僵住了，不可置信地看向他们。你们说什么？是真的，阿轩，我怀孕了。沈琪琪这会儿也不计较刚才挨的那一巴掌了，欢天喜地的把医院的检查单翻出来塞进周林轩怀里。我们有宝宝了，刚好你跟薇薇姐的婚礼取消了，你们分手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真好。阿轩，你高兴吗？周林轩现在只想发疯，沈琪琪这种胸大无脑的女人，她只是用来当做发泄的玩物而已，根本没想过娶回家。更何况他们的丑事已经传遍了江城，现在要是被外面的人知道沈琪琪怀孕了，把孩子打掉。什么？我说把孩子打掉，现在就跟我去医院，这个孩子不能留。周林轩说着就要去拉沈琪琪，他尖叫着拼命往后躲。周父周母也急了，冲过来又是骂又是劝的，4个大人就在门口搅成一团。这个夜晚是怎么过的？周林轩已经没办法用语言去描述了。在周母的以死相逼之下，他只能让沈琪琪留下来，并且以女主人的姿态住进了主卧。周林轩现在看见他就头疼，洗完澡就进了客房，可还没等睡着，沈琪琪就跑了进来，死皮赖脸的钻到他的床上。
沈琪琪，你又发什么疯？为什么要穿微微的睡衣？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吗？阿轩，趁叔叔阿姨出去买菜，我们做吧。你都已经好几天没碰我了呢。沈琪琪说着，娇嫩的手指就要往周林轩裤子里钻。周林轩简直像见了鬼。你他妈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恶不恶心啊你？这几天发生了太多事，他本就濒临崩溃。现在这个没长脑子的女人还在说这种不着边际的话，尤其是在已经怀孕的情况下。沈琪琪看着恨不得离自己3尺远的周林轩，终于装不下去了。阿轩，你怎么有脸在这指责我？房间里安静了一瞬，周林轩眉心拧起。你什么意思？沈琪琪拢了拢睡衣领口，靠在床头嘲讽地望着他。你装什么清高了，周林轩？当初你会跟我搞在一起，不也是图我的身子，图我床上会伺候人吗？沈琪琪，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呵，还不承认了？你敢摸着良心说不是那样想的？你被老婆抛弃了，伤心了，现在开始嫌弃我了。当初你拼命搞我，说那些下流的话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恶心了？呸，自己就是个垃圾，还有脸嫌弃我？周林轩被他撕下脸皮，气得差点要背过气去。滚！你这个贱人，赶紧给我滚出去！我才不！爸妈说了，我是这个家的儿媳妇，我怀的是这个家的宝贝金孙。要是受不了的话，你走啊！想让我走？哼，做梦！好，你不走是吧？我走可以了吧？周林轩彻底崩溃了，连衣服都来不及换，穿着睡衣和拖鞋就冲了出去。可还没等出小区楼，就发现有人对着自己指指点点，甚至还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我去，这不就是昨天我们小区那个婚礼上被前妻揭老底、出轨女助理的渣男吗？可别乱说，人家可不叫前妻，那新娘通透的很，直接从婚礼现场跑路了，娘家人一个都没来呢。这种人渣真是该死啊！听说还谈了10几年了，男人果然是挂在墙上才会老实。呵，周林轩耳朵惊，这些人的议论一字不差的传进耳朵，他硬着头皮走了几步。实在是受不了，涨红着一张脸又匆匆跑了回去。因为怕在电梯碰到小区里的人，他干脆走的楼梯，32层楼的高度。等到家时已经只剩出气的份儿了。可到了门口，周林轩又提不起勇气开门，外面是八卦的看客，家里是不要脸的沈琪琪。周林轩扶着墙坐到门口的地垫上，一股浓烈到极致的无力感涌上心头。这一刻，他突然很想纪薇，甚至到了要哭出来的地步。他虽然性格有些强势，但对周林轩是很好的。读书时没有嫌周林轩穷，经常拿自己的生活费补贴他，即使生日礼物是廉价的叠纸星星，也会高兴地捧着他的脸，奉上甜蜜的亲吻。周林轩提出要创业时，纪薇也没有指责他异想天开，反而很积极地鼓励他，陪着他跑市场做调研，还拉着继父给他们的小工作室投资。后来他们条件好了，一个做总经理，一个做副总。虽然工作中难免会有冲突，可纪薇从来都不会把那些情绪带回家，她总是那么强大，情绪那么稳定，但也许是太过耀眼，让周林轩的自尊心受到威胁，所以才总会在那些哥们面前抱怨。可如今当失去之后，他发现自己从前嫌弃的那些东西是多么的珍贵。生病时纪薇的关心，应酬醉酒后的彻夜照顾，逢年过节给周家父母亲戚准备的礼品，甚至连那些总在背后蛐蛐他的朋友都被纪薇考虑到了。周林轩越想越难受，他仰起头努力把快要溢出的眼泪憋回去，可终究是徒劳，千言万语最后只化作一句：薇薇，我好想你啊。纪薇可不想他，此刻的他在转了2次飞机后，已经成功抵达那座属于他的小岛。江城那边已经闹翻了，网上全是林轩的新闻。唉，那个混账东西，亡我之前还把他当亲儿子看待。继母坐在沙滩上，一边刷新闻一边吐槽：你大舅他们都快把我电话打爆了，非要打听细节，还说要组团过去揍周家的那群坏东西呢。纪薇忍不住笑了出来。打人是犯法的，放心吧，网友会帮我制裁他们的。自从想开之后，纪薇的睡眠质量直线上升，眼睛里也恢复了从前的光彩。继母望着清秀动人的女儿，忍不住叹了口气。3年前你父亲还在时就盼着你结婚，本来想着林轩是个知根知底的，你嫁给他会过上安心的日子，没想到现在闹成了这样。小薇，你都29了，眼看着再过半年就30了，我们娘俩跑到这连个熟人都没有的外国，以后可还怎么结婚啊？纪薇抿抿唇，目光望向遥远的海平线。这些东西在最开始痛苦的时候他都有想过，他也恨周林轩耽误了自己10年的青春，遗憾父亲生前没能看到自己出嫁。可当离开江城的那一刻，纪薇突然就想通了，及早抽身才是对自己负责。她不敢想象，要是当初真听继母的话，忍下被出轨的事，结婚后会有多么痛苦。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股份卖了一大笔钱呢，我们先好好在这儿休息一段时间。继母也没办法，只能听他的。手机突然又开始响，是一串陌生号码。继母怕有什么事拿起来接了，却听到周林轩的声音：妈，你知道薇薇在哪儿吗？她不接我电话，联系朋友们也都说被她拉黑了。妈，我求你了，告诉我薇薇在哪儿好吗？我真的好想她。你还有脸叫我妈？继母直接吼了回去，她哐的一下直接从躺椅上弹了起来，对着手机就是一通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混账东西，出轨劈腿，连孩子都弄出来了，竟然还有脸来找我！我没有去找你一刀砍了你这个狗东西，你就阿弥陀佛了吧。妈，我不许再叫我妈，婚礼已经取消了，我是不可能告诉你薇薇的下落的，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女儿。继母干脆利落挂了电话。周林轩抱着手机愣在原地，足足过了半分钟，还觉得耳朵里阵阵轰鸣。他已经在外面住了3天了，找遍了所有朋友，换了不知道多少个新号码，都联系不上纪薇。她唯一的闺蜜也休假出去旅游了。这座城市热闹而喧嚣，周林轩身处其中，却觉得自己要被莫大的空虚淹没了。咚咚咚，有人在外面敲门。
周林轩以为是赵远来送衣服，没想太多就开了，却看见一张想起来就会做噩梦的脸。阿轩，你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也不肯回家啊？沈琪琪强行挤进门，周林轩头都大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什么时候把孩子打了再来找我谈？你要是非要留，就准备好当单亲妈妈吧。沈琪琪的脸黑了一瞬，但很快调整过来，从袋子里拿出保温桶。算了，我们先不说这个，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我给你煲了粥，来吃点吧。周林轩没好气地扫了他一眼，本来想把沈琪琪赶出去的，但他一天没吃饭也确实饿了，决定等吃完饭再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赶走。可周刚进嘴，他就夸张地吐了出来。这他妈做的什么东西？你不知道我海鲜过敏吗？放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毒死我，好抢我的遗产是不是啊？周林轩气疯了，把粥碗连桶一起扫到了地上。沈琪琪今天来是想和好，尽早领证结婚的，毕竟非婚生子在外面名声也不好听，以后也只能拿个孩子的抚养费。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说什么？我说你不要脸怎么了？周林轩，我已经够能忍了，低声下气来哄你回家，你到处找那个不知道死哪儿去了的前女友，你把我当什么了？我可是怀了你的孩子。周林轩怒气反笑，谁知道孩子是不是我的？你这么骚，不知道背着我在外面跟多少男人睡过了，想把黑锅盖到我头上，做梦！啪！沈琪琪一巴掌扇到他脸上，你这个人渣！周林轩咬着后槽牙，你这个贱人也好不到哪里去。沈琪琪气得脸都白了，还想再骂，但周林轩根本懒得跟他多说，捡起外套就往外面走去。他要回家一趟，在酒店没有一天是睡好觉的，刚好这个女人出来了，他要回去把锁换掉，再也不让他有机会鸠占鹊巢。这几天沈琪琪一直住在他和姬薇的家，主卧的床上全都是刺鼻的香水味，周林轩恶心的差点要吐了，让保姆彻底打扫一遍，扔了所有的床单被套，并且全都换上新的之后才肯躺上去。中间沈琪琪也跟了回来，站在门口大喊大叫，拼命敲门。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琪琪虽然是上不了台面，但好歹是我孙子的妈，你赶紧把门开开，赶紧去啊！老周你去，你快去，别把我孙子吓到了。谁都不许去！周林轩骤然大吼。今天谁都不许把那个贱人放进来，这是我家，是我跟微微的家，你们要是再跟那个女人搅和不清，就一起搬出去。周家老两口气得差点要吐血，指着大逆不道的儿子半天说不出话来。沈琪琪还在口叫个不停，把门拍得震天响。周林轩烦得要死，一脚踹翻茶几，气冲冲钻进了带有隔音墙的书房。